Let's find out how much Chinese do you actually understand. I'm gonna chat with you about what Chinese people really think of Christopher Nolan's The Odyssey in Chinese at 9 levels. Start from HSK 1 vocab and climb all the way to HSK 9 with harder words, longer sentences, and faster, more natural speed. If your brain and ears start to struggle to catch up, you can turn on the CC right here and keep climbing with subtitles. The challenge for you is to remember the exact level and minute where you stop understanding and drop it in the comments. Also make sure to grab my free pronunciation roadmap in the link below. Ready? 走着。你好，我是 Rita 范老师。上个星期我去洛杉矶和我的高中同学还有他们的孩子一起玩了。我在中国戏院看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奥德赛》，我是一个人看的。我的韩国朋友第一次来美国，他和他的儿子想去很多地方，没有时间看电影。我很喜欢《奥德赛》。这部电影很长，3个小时。电影院里有很多很多人，大家都觉得电影很好看。那这部电影讲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个叫奥德修斯的男人想回家。他离开家去了很远的地方，20年不在家。前10年他在外面打仗，用木马赢了特洛伊战争。后10年他一直在回家的路上。奥德修斯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儿子还很小。虽然很多人说奥德修斯不会回来了，可是他的妻子和儿子还一直在家等他。他的儿子还出去找过他。那路上发生了什么呢？3000年以前，希腊人就开始讲奥德修斯回家的故事了。奥德修斯和他的战友们是坐船回家的。他们在海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先遇到了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又高又大，只有一只眼睛。中文里我们叫他独眼巨人。独眼巨人不喜欢客人，而且他还吃人。奥德修斯和他的战友在独眼巨人家出不来，但是他特别聪明，也非常勇敢。他想了一个办法，和他的战友们从巨人家跑了出来。他们又碰到了赛人海妖，海妖的歌声非常好听，但是人们听到他们的歌就不想回家了。坐在船上的人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想跳到海里去找他们。奥德修斯好奇赛人海妖的歌声，又不想跳到海里去，就让别人把它系在了船上。后来他们还碰到了很多危险，会把人变成猪的女巫，6个头的怪物，暴风雨等等。和他一起回家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终于回到了家。我本来以为看3个小时的电影会很累，后来发现时间过得很快。电影结束的时候，我感觉还没看够。演奥德修斯的人是非常有名的美国演员马特·达蒙。所有喜欢电影的人都认识这个电影的导演诺兰。《盗梦空间》
星际穿越、奥本海默，还有他更早的电影，我都看过，也非常喜欢。那你可能想问，除了我以外，别的中国人都喜欢奥德赛吗？If your version of a word sounds wrong in your head or in your mouth, your brain can't match it to the real thing at native speed. Bad pronunciation and tones don't just block your speaking, they block your listening too. That's exactly what we fix in my Find Your Mandarin Voice program. 130 plus lessons through tones, initials, finals, and how natives actually say sentences with stressed words and intonation. It's a no-brainer with a step-by-step reader's daily plan. The link is below. Now back to level 4. 咱们一起先看几个数字。很多中国人用一个叫猫眼的网站买电影票，奥德赛还没上映，就有37万人在猫眼上说我想看，这可能是猫眼历史上最多的一次。还有一个叫豆瓣的网站，中国人喜欢在上面讨论影视剧、书、音乐等等。已经看过的观众给奥德赛打的分是 8.3。目前奥德赛在全世界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打破了 IMAX 电影放映的记录，也会成为诺兰导演票房最高的电影。虽然电影还没在中国市场正式上映，但在我的朋友圈里，这部电影已经刷屏了。很多演员、编剧和影迷朋友都已经去看了点映。点映的意思是在少数电影院里提前放映的几场。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看完以后特别激动，还专门发了一个小红书的帖子。对他来说，奥德赛不只是一部电影，也是他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睡前故事。那奥德赛之所以这么成功，或者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当然有很多原因。首先，3000年前的荷马史诗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我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西方文学课上也专门阅读和学习过。那对于人们如此熟悉的故事，我们有太多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故事里的人物，还有发生的事情。其次呢，导演尽量还原了当时真实的生活和海上的场景，所以我和我的朋友看完都感觉很有沉浸感。加上 IMAX 的超大银幕，观众好像真的和人物一起在船上，在荒岛上，甚至在冥界。那作为一部改编作品，比原型故事更重要的是电影表达的主题。不管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回家归乡都是人们共同的经验。即使观众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是会被帕涅罗帕的忠诚感动，会为海神波塞冬降下的风暴紧张，也会为奥德修斯在回家路上经历的各种诱惑和他的命运捏一把汗。虽然奥德赛的故事来自3000年前的神话，但电影的观众是现代人，所以导演和编剧在改编时自然会对故事和人物进行现代化的处理，比如奥德修斯对于特洛伊战争的后悔。而一些关于人性啊、文明啊这些更深刻的话题，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变。Now let me ask you an uncomfortable question. You can follow everything I just said about the movie, but could you say it? Could you give me your take on the film out loud for 2 minutes without freezing? Because hearing is a perceptual skill, and speaking is a production and motor skill. Your brain might know the answer, but your mouth probably needs many more reps. And that's what my 8-week speaking bootcamp is for. September 21st to November 15th. Structured speaking practice with real feedback every day. I'll help you turn understanding this video into talking about it. Link below, and let's try level 6. 其实奥德赛这个词今年上半年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已经火了，但当时引起中国人热议的是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 这个词最早是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发现现代的年轻人普遍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有长达10年的迷茫、探索、焦虑还有成长的这样一个人生阶段。那很多人在这个过渡阶段不再是学生，但生活也没有所谓的安定下来，人们可能还在频繁的换工作、换城市，甚至换人生方向，就好像一直在飘着。
我自己25岁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在好几个北京和 DC 的大学项目工作过，然后在电影剧组做了1年多的口音教练和中文老师，后来赶上疫情，又和老公搬到了美国。现在我们虽然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感觉真的安定下来。那这个词今年在中国突然火了，一方面是因为就业越来越难，然后理想的岗位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年轻人也不愿意随便找一份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说延迟就业、灵活就业，还有英文的 gap year， 人们现在也常常说。比如说现在有送外卖的大学毕业生，有做自媒体的前程序员，还有在家考了好几年研究生或者公务员的待业青年。那以前如果你的简历上有一段空白的时间，那简直是人生污点。面试工作的时候，你必须得解释那一年你去哪儿了，干嘛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其尽力寻找安稳，不如试着习惯这段不稳定的时期，试着跟迷茫和焦虑共处，继续探索更多职业和生活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在寻找自我和人生的意义。因为说到底，我们都需要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就是我是谁，我认同或不认同的是哪种生活。就像离家20年的奥德赛，一路上披荆斩棘，但更难的也许是在所有险境逆境中直面自己，特别是让自己不满和愧疚的那一面。但这显然不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赛告诉我们的，而是诺兰电影中的奥德赛让我们体会到的。这也是《奥德赛》这部电影被一些古典学家批评的点。而最近一位中国政治哲学博士生对诺兰的采访，因为直接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而且深刻的问题，而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彻底破圈，一夜火遍全网。那这位博士生叫种树，他业余时间在小宇宙上有一档叫独树不成林的播客。他在25年1月的时候做过一期如何阅读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节目，分析了一整部《奥德赛》的故事。当时听过这期的人不算多，但听众里恰好有一位环球影业的员工。环球影业就是投资制作《奥德赛》这部电影的那个公司。那当诺兰今年带着《奥德赛》来到北京，片方需要找人对谈的时候，这名环球影业的员工就想到了种树。我看很多网友说应该给这名环球的员工加薪。于是种树受邀参加了这部电影在北京电影博物馆的首映礼，也坐到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导演对面，访谈了17分钟。而这17分钟的采访，目前在 YouTube、X 和 Reddit 上面已经收获了上千万次的观看，在 B 站上也有将近150万次的观看量。很多国外的网友评论说，这是诺兰所有宣传里最好的一次访谈。而好的原因呢，是大家看到一种久违的思辨精神，一位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与一位注定在影史留名的导演平等地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那他们到底在这个采访里聊了什么呢？这期访谈的标题也是种树向诺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你是西方文明黄昏时代的吟游诗人吗？正如荷马为后世保存了奥德修斯、阿克琉斯、阿伽门农的记忆，诺兰也重塑了现代观众对蝙蝠侠、小丑、奥本海默这些人物的认知。诺兰回应说，他的叙事确实与荷马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在探索文明崩溃与重生的这种循环。他特别提到自己对荷马史诗背后青铜时代的崩溃非常着迷，并有意把奥本海默中文明毁灭的主题延续到了奥德赛里。种树也提出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古希腊和荷马原著里根本不存在赎罪这个概念，所以诺兰是否把这部古希腊的史诗基督教化了？那诺兰的回答也很坦率，他并没有刻意从某个特定的宗教或者哲学角度切入，但赎罪是现代观众自己会带入这个故事的感受。然后他们还谈到古希腊的宾客之仪，就是 Xenia 被践踏，从而造成了当时世界的结构性灾难。电影里为了简化，将 Xenia 称为宙斯的法则，意思是善待他人，彼此尊重，因为对方可能是乔装成人的神。那种树又问，
奥德修斯是否应该为他人性中的骄傲悔过？诺兰认为悔过与否并不会给这个人物所处的世界带来任何改变，因为悔过是纯粹内在的、精神性的，它改变不了物理世界，而伤害已经造成，是不可逆的。在电影圈里传播最广的可能是诺兰说到业余影评人的部分，他认为一些业余影评人自以为识破了某种叙事机制，于是这种机制便失效了，而专业影评人则理解这些成熟叙事机制存在的必要性。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种树最后一个问题，诸神究竟是什么？是想象的产物，还是必不可少的高贵的谎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个采访，诺兰的回答也很精彩。总之，作为影迷，我确实极少在电影主创的访谈里听到这样的问题和讨论。这个访谈也确实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甚至可以说醍醐灌顶。那种树怎么看自己访谈这个几千万的播放量呢？他这几天又单独录了一期播客，讲他吃了一晚上自己的瓜。首先，诺兰跟他聊得挺开心的，因为诺兰和环球影业的领导吃晚饭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他很喜欢希腊专家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就非常有哲思。然后种树自己也有很具体的破圈的体感，然后他的原话是，一觉醒来，自己长期关注的西方学术圈，包括众多的大学校长啊、教授啊、公共知识分子啊等等，都回观了他，还转发了他的视频。那他自己分析这个访谈在外网爆火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前置条件吧，也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好的采访。而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好的采访越来越少了，它只是满足了大家对于一个采访应该有的样子的期待。甚至有人说，好莱坞应该把所有导演都送去给他采访，没有被这位女士采访过的导演就没有资格入选奥斯卡。当然有点夸张了啊，但他自己觉得他并不知道媒体人应该怎么提问，他也代表不了任何人，只能代表他自己。他碰巧就是15岁学古希腊语的时候，就是通过奥德赛学的，所以他当然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了解。但在很多英文媒体中呢，他就被扁平化成了中国女士，然后被各个国家的人用来拉踩自己国家大众媒体水平之低下等等各种问题。然后我觉得种树说的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互联网最擅长的事就是把具体的人重新塞回大家早已准备好的世界观里，非常真实了。那他自己把这次采访的破圈理解为一个极其偶然的传播事件，就是恰好环球影业的工作人员听过他讲奥德赛的播客，然后恰好诺兰的团队呢给了他15分钟采访的时间，然后恰好一个海外的粉丝把视频搬运到了外网，然后又恰好被几个大号转发了，然后美国人呢又恰好在焦虑这个自己国家的教育啊、文化呀、还有大众媒体等等的。那他只是在访谈过程中没有想去给电影打分，或者证明他比诺兰更懂奥德赛。他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去审问创作者，也不是作为一个粉丝去仰望偶像，而两个把彼此当作能够思考的人坐下来平静地谈论一部作品，这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者在任何意义上，可能都已经是一种奢侈了。我觉得这对我作为一个视频内容创作者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和鼓励吧。特别是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做真实的手搓的内容成本相对来说高太多，也难很多，但我觉得也会珍贵很多。所以我就在这条难且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吧。在洛杉矶看电影前，我完全没想到一部电影会带来这么多的讨论和给我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反思。那你呢？你看到哪里打开了字幕？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你的人生有奥德赛时期吗？欢迎在评论区跟我聊聊，咱们下次见。